江北是首尔的过去，那么江南呢就是首尔的未来。在70年代的时候，首尔就将重心移到了江南。就在一场毫无预警的豪雨洪灾，让住在半地下的弱势族群暴露在世人的眼线下。今年8月的时候下了最多的一场雨，水涨很高，这一带半地下的屋全部被水淹没了。政府也决定了，从此所有的建筑不能再建半地下了。有一点点的可怕，有很重的潮湿的味道。你可以想象，如果是夏天闷热的时候，这个环境真的是五味杂陈。 요즘 주변에서는 이게 알코올 조금 많이 봤어요. 알코올로 많이 몇 명 또 보낸 사람도 있고요. 술 먹고 싸우고 어저께서 공원에서 새벽에 술 먹고 살인 사건. 他也很担心，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他已经不在这世上，所以邀请我们能够帮他拍一张照片。Happy 啊，哦，还好他开心。就一江之隔。 首尔的贫富悬殊差异之大，令人震惊。按照韩国人的说法，江南住的是富裕的人，江北住的是贫困的人，所以江南江北的差异还是非常之大的。不知道这样子的首尔是不是超乎了你的想象呢？一首《江南 Style》让纸醉金迷的江南区声名远播。天涯若比邻，科技缩小了空间，讯息同步化。 却在一条马路之隔的九龙村贫民窟，犹如人间地狱。这是个在地图上没有被标注的地方，没马路，没厕所，也没有门牌，被人遗忘。 韩国之前受极端天气的威胁，加剧了悬殊社会阶级的残酷生存现状。去年8月，首尔降下了115年气象史记录的极端强降雨，江南地区在1个小时内陷入一片汪洋，造成14个人死亡，6个人失踪。在冠岳区的暴雨积水，使到社区内多数的半地下屋殃及池鱼。 其中一家3口因无法及时逃走而淹死在屋内。惨案发生后，首尔市政府急忙喊话，提出要全面拆除半地下屋的应对政策，引起民众的不安和不满。这一次我来韩国要来看3种屋子，一种是考试屋，还有另外一种叫做防塔屋，还有一个在电影我们都看到的叫做半地下屋。我这一次呢有请一个 fixer 叫做 Janet， 她在帮我们做事先的一种沟通跟安排。听说她碰到了很多的困难。 안녕하세요。 안녕하세요， Janet。哎呀，好久不见，过得很好吧？这3年好想你。听说你碰到了很多困难，刚开始没有想到会遇到这么多的困难，因为很多人他不想暴露自己的隐私，他觉得没有面子，他们会谈一谈他们的居住环境，但是真正要涉及到拍摄的时候，他们都回避。韩国前一阵子有那个淹大水的情况，然后那个影响到的就是半地下屋。是，什么叫做半地下屋？ 半地下屋哦，它的窗户都是小小的，你看它的房高也不是正常房子的高度哦，就是说一半的面积在地的下面，上面会有一点小小的窗户，很湿气，很有味道，对卫生也不是很好。所以我们今天要看的就是半地下屋。是，那我这次就跟着你的脚步。好，我带你去，一起走吧。Janet，在韩国
半地下屋是怎么样形成的？60年代末，北韩是跟我们对立的嘛，他们有一次派秘密组织要杀掉我们总统啊，所以我们时刻要防备北韩入侵我们，需要一个躲的地方，像防空洞一样。我们建楼房的时候呢，都是在地下建一个防北韩人来的地方。所以就有了地下屋。可是随着80年代经济飞速发展，农村人一下子涌入首尔，没有地方居住，房主呢他就愿意用廉价的价格租给他们，他们才开始入境地下屋，改成一个半地下屋。根据韩国统计厅2020年的报告，韩国境内有32万7320户地下住宅。单是首尔就多达20万户以上。一凤，这里叫做道林川，也就是今年下雨最多的时候，水涨很高，有一个坝破了之后，水全部扑到那个半地下区，让半地下的居民全部被水淹了。只有1个马路之隔的距离而已。是。我这一次联络的人，他是一个社会新年生，一个19岁的男孩。从济州岛到首尔打工的志赫和女朋友，在这个地下屋住了5个月。由于首尔住屋房价飙涨，前来打拼的年轻人只能住在这类比地面房便宜1半的半地下屋，空间窄小，图的只是睡个安稳觉。为什么会选择住这种半地下屋？ 일단 돈이 없었기 때문에 돈이 가장 싼 반지하로 들어왔어요. 这1个月的租金是多少？ 46. 好贵，46万住这么小的房子，跟你在济州岛的住的是不是差很多？ 엄청 많이 차이가 나죠. 일단 넓고 거실도 있고, 예? 방도 2개 있고 좋은데 여기는 좀 그렇죠. 为了梦想出走乡镇，是年轻人最溜口的说辞。即使被现实出卖了，也要咬紧牙根撑下去。他觉得，即便梦想不能成真，也是一段人生的经历。我想知道，就8月份的时候那场水灾呀，这个地方有没有淹到水？ 네, 좀 심하게 됐었죠. 그래도 그 발이 다 잠길 정도 이렇게 왔었던 것 같아요. 집이. 처음엔 도망가려고 했는데 그 여기에 다른 사람들도 살잖아요. 혹시나 다 도망갔을까 봐. 그러니까 다 도망을 가버리면 이 집은 지킬 사람이 없잖아요. 그래가지고 제가 이제 내라도 해야겠다 해가지고 이제 했죠. 当时有没有吓到？就是不知所措。 아니, 처음엔 놀랬죠. 이게 뭐 솔직히 죽을 수도 있잖아요. 뭐 그 중간에 뭐 전기 뱀장어라도 섞여 있다든가 이러면 이제 감전돼서 죽을 수도 있는 상황이니까. 네. 这个月冠居有1户人家3个人死亡，他有没有很震惊？ 굉장히 마음이 아팠죠. 사실 제가 가서 구해야 되지 않았나 이런 생각도 들고. 当初那户人家会意外死亡，就是因为这个窗户的铁闸门呐、安全门是建在外面，意外发生的时候它不能打开，从里面。那现在这个铁闸门还在外面，年轻朋友像他这样，没有想过说去把它改掉。 생각은 해본 적 없어요. 如果一般首尔人住在地下室的单身男人，会不会很难交到女朋友，很难结婚？ 거의 못 만나죠. 왜냐면 여자들이 이제 반지하 사는 남자를 싫어하고 좀 안 좋아하죠. 아무래도 돈이 없으면 또 냄새 날 것 같잖아요. 그런데 이제 이 친구도 돈이 없고 저도 돈이 없는 거 알아가지고 그래서 사귀는 거죠. 跟着男朋友住啊，有没有想过，如果结婚有了孩子，想要买房子这样的梦想？ 그쵸, 갖고 싶죠. 좀 힘들지 않을까요? 내 집 마련은 전세까지는 어떻게 해보겠는데 자가는 좀. 纵使前路曲折，彼此的扶持与爱，或许是跨越困境的关键信念。首尔房价高涨，生活拮据的市民，半地下屋是灰色地带外
作为职场和校园备考的临时居所考试屋，也是变相的安顿居所。考试院听名字，都是租给那些真正要来考试的人，还是谁都可以租的？ 여기는 학원들이 많고 그래가지고 학생들이 거의 많이 들어오세요. 직장인분들 같으면 그냥 일반 직장에 지방에서 많이 올라오세요. 그러니까 지방에서 출퇴근을 못 하시니까는 여기 서울에서 이런 데서 와서 일반 직장에 다니시는 거고요. 여기는 그리고 학원가가 많거든요. 그 경찰 학원, 소방 학원 학생들이 지방에서 일단 많이 오세요. 房租大概多少？要什么条件？比如说押金还是什么？ 저희는 보증금은 없고요. 들어오실 때 한 달 돈을 받거든요. 그래서 저희가 창문이 바깥으로 있는 데는 40만 원을 받고 있고요. 창문이 없는 방이 있어요. 거기는 35만 원 받고 있어요. 有没有什么样的居住条件？ 뭐 기준은 없고 근데 그런 건 있어요. 저희 남자만 받고 있어요. 为什么呢？ 불편하잖아요. 서로 이렇게 여자 남자 있으면은 조금 생활하시기 불편하시기도 하고 다른 데는 여자 고시원 있고 또 같이 혼용으로 하시는 데들도 있고 그런데 저희는 그냥 그게 편해서 그렇게 하고 있어요. 如果男孩子带女朋友来呢？ 그 한 분만을 저희가 여기서 스테이하는 거로 처음부터 이제 그렇게 얘기해서 들어오셨거든요. 근데 여자친구가 오면은 시끄럽잖아요. 그리고 그거 안 돼요. 다른 사람한테 방해가 되기 때문에 그거는 안 하고 있어요. 我一走进来，我感觉这里就是一个好像学生宿舍一样，整个空间大概比我们三房式主屋的主人房，你把它隔成2间，单人床，有卫浴设备，在这里呢，公共厕所、公共空间都比自己这个房间大。我觉得有一点点不舒服的就是，它空气不流动，有一点点发闷，所以在这个地方只能让你休息吧。 哇，真的，这个厨房真的是不小哦。他们学生饿肚子到这里来，24小时有饭吃。这个面也是免费提供的啊。是的，真的白米饭是这个电热锅是可以煮东西，它洗衣机、烘干机都有，然后洗衣粉也是他们提供的。这边是煮菜的食材，那个冰箱是 kimchi 的冰箱，应有尽有，住得很舒服。 去年的雨灾敲响了警钟，政府希望能当机立断，禁止办地下屋住人。舆论抨击政府不应该强迫居民迁走，而是该改善办地下屋现有的设施和结构，改善排水系统，增加公共住屋的数量，让弱势族群从地下搬到地面上。 婆婆在这边等我们很久了。 안녕하세요. 안녕하세요. 어머니. 婆婆，这你的家。 아 여기 집이군요. 哎， 네. 好， 들어갈까? 아,好，我们进去吧。一起进去。好。哦，这个就是办地下屋了，所以这个房屋虽小，五脏俱全哎，奶奶一个人住的，一个人独居50年。那我问婆婆，住在这边生活方便吗？ 혼자 산 것이 편한 게 혼자 살지. 밥만 해 먹고 우리 나라에서 돈 줘서 먹고 살고 그런 게 편. 那在这边生活安全吗？就是有没有小偷啊，还是坏人啊？ 그런 것도 그런 것도 없었대. 이 이웃이 참 좋은 이웃이요. 너무 좋아. 住在这样一个半地下屋，会不会对你的健康不好？比如说膝盖痛啊？ 나는 아주 건강해. 여기 안 아프고. 那在韩国，是不是居住在半地下的，就是会属于收入比较少？ 반지하에 사는 사람들, 반지하 사는 사람 편에 돈이 부족하게 살지. 안 그래? 돈이 부족하고 없고 곤란하고 그런 사람이 반지하가 많이 살고 돈 있고 그런 사람 좋은 집도 살고 나같이 이렇게 또 돈도 없고 이런 사람 이 집이 한 달에 25만 원 싸게. 내가 나온 돈은 한 달에 80만 원 나오는데 25만 원 주고 사는 거야. 田奶奶对市政府提出的迁建计划感到怀疑，因为几十年过去了，未见发展商的人影，只是纸上谈兵。 반지하가 산 사람은 뭘 이렇게 쳐보니까 못 내려서
반지하는데 어떻게 되냐고. 물이 차니까 갈 수가 없잖아. 항시 반지하는 위험하다고 말이에요. 그러나 돈이 없으니 할 수 없어 간 거야. 他年轻的时候啊，是命非常苦的。他在木浦的一个渔港，因为先生去世的早，一个人把5个孩子拉拔长大，所以他的手呢，因为一直泡着水啊，所以他的手是没有指纹的。 어머니 손 좀 보여줘요. 泡很多的水是吗？他说他年轻的时候啊，因为命苦啊，想要放弃自己的生命。到了晚年，他住在这种半地下屋，也可能说是比较属于贫弱，但是只要自己的心胸是开阔的，把过去的事情都放了，愉快的应对自己的人生，也是可以很快乐、很幸福的。哇，好漂亮的衣服，是他的衣橱了。哇， 이거 어떻게 하냐면 추울 때 这个是真的，这个是 눈 오잖아. 교회 갈 때 내가 因为 이렇게 하고 去 간 教 거예요. 会的时候冷嘛，哇，就是很体面。 내가 샀대 뭘. 我自己买的。你看，哇，他好可爱。奶奶说，人既然活着，就要活得有尊严、有意义，才能受到祝福。究竟有多少人活出真正的健康、快乐、有价值、有尊严的晚年呢？当全世界被韩国流行文化所征服，声色艺伎纸醉金迷，声色犬马的背后，却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在江南高端地区，一路之隔隐藏了一处贫民窟，就是九龙村。九龙村的出现与南韩举办1988年的汉城奥运有关。当时政府为了整顿市容及腾出空地，驱赶当地居民。当时人们衣食无着，艰难度日，居民只好另觅栖身之所，就是现在的九龙村。阿姨，当初你什么情况下让你来这边住的？ 그래서 뭐 하다가 다 살리는 사람이 없어지면은 뭐 이런데 그냥 그렇게 되죠. 그래서 살해야 되니까. 那阿姨，如果你自己想不想搬离开这里？ 그쵸. 아, 나 여기 좋은 데 가서 살다 죽고 싶지. 계속 여기 살고 싶은 건 없어도 그래도 어떻게 가냐고. 补偿问题一直是居民和政府的抗争，但是土地开发商、房产经纪和律师才是间中的煽动者，以致居民意见相左，分成两派，谴责市政府的布条随处可见，赔偿谈判一直无法顺利进行。 이런 데 자꾸 없애니까 여기 조만간에 개발이 된대요. 아파트 짓고. 阿姨会舍不得吗？ 안 아까워. 아, 이거 좋은 데로 가. 我们要在这边进行采访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这边的人脾气比较大，然后也没有经过什么安排，所以我们见到谁能够访问谁都算是我们的运气了。继续再往前走，看里面是什么样的情况。九龙村里到处是私建违章的房屋，不止样式参差不齐，胡乱牵线，毫无整顿的电线线路密如蛛网，再加上这里长期缺乏稳定电力供应。 也没有暖气设备，冬天必须烧煤取暖，也因此常常发生火灾，导致憾事接连发生。绝大多数的居所空间窄小，没有独立卫生间和浴室，起居饮食全在小房间里解决，毫无生活品质。据说以往这里最高纪录住了4000多人，现在约2000人。由于很多人未经许可建房子。 法律上不被承认是该区居民，所以无法申请到补助金。这里还有杂货店，这里的人他们自己种的，然后他们是卖的。啊，柿子可以啊？啊，不要不要。他人不要拍，우리만 찍을게요. 이거 배는 어떻게 팔아요? 2000 2000 이거. 哪一个？ 하나 주세요. 이거 감은 어떻게 팔아요? 1000원. 那个1000，这个要1500一个，要2个。他是住在这里的啦。对。哦，他是不想拍的，要小心哦。 7000块就是大概7块钱呢。这里的那个水梨跟外面比的话，差天价了。
在修房子呢。修房子？哎，讲华语。我是中国来的，我是沈阳来的，我来都20多年了。就是你是这里的华裔是吧？我妈是，你妈妈是这里的华裔，你是第二代是不是？第2代。那你跟谁住呢？现在我哥哥当了儿子呢。你住在这边好嘛？环境什么都好呗，安全呢？安全也行。所以我看到这边很多那些闭路电视 CCTV，就是在防火患还是在防什么？那是不这样房子爱着啊，不注意就着呗，那就着火是吧？这个电线缆是自己接的是吧？你这个线乱七八糟的。阿姨让我们去看一看。哎呦，可以哎呀，修那房子，我们只是在家里家啦。对。哎，我觉得我们好幸运。阿姨让我们去看一看。哎呦，可以哎呀，修那房子，我们就只是在家里家啦。对。我们大老远飞来，也就想了解一下情况。还好你非常友善的接待我们，要不然我们就茫茫人海，还不知道该怎么拍，那都没有人答应我们。这边的人大家都认识吗？不认识，一天都干活，一天忙着跟谁呀？你还有干活吗？你现在？现在不干了，身体有点不舒服。完了，他们出来就看我热闹死了。不会，我们就大致上是了解情况。你当初是什么情况住到这里来？为挣钱了呗，他说是。先生也是中国人是吧？现在中国人，但是户口都变韩国了。3个儿子现在在哪里？老大、老二，这不昨天都来帮忙走了吗？老大、老二在韩国。老三连那是沈阳的嘛。您的先生几年前去世了是吧？4年。就留你一个人住在这儿。那一个人住在这里还习惯吗？习惯的事，那怎么办呢？儿子1个礼拜了都来，那还好啊，也不想去打扰孩子，不想跟孩子住嘛。哎呀，那什么孩子跟儿子多好啊！这干啥呀？这儿子那个跟着儿媳妇干啥呀？还是独立好。自己住在这会孤单吗？不孤单，一天干活溜达上山。你干什么活呢？以前伺候病人呗，照顾病人打扫卫生就干那样的。现在住在这样的环境，你觉得还好吗？就不好，就收拾房子呢。现在这个进行装修是儿子付的钱，儿子也帮点，我也拿点。有没有敦亲睦邻？大家有没有互相照顾，还是帮忙的？这也不像个中国的人家邻居有什么事了都来帮忙，这个地方不一样。那现在政府想要改善这个地方，你对这个政策有没有压力？现在要动迁嘛，这个地方贵。你想离开这里吗？不想离开，我就20多年，给他们什么辛辛苦苦什么都没有，就走了，什么都没有，干啥呀？屋漏偏逢连夜雨，尽管居住环境恶劣，阿姨还是选择留下，不愿为子女添麻烦。阿姨，你住在这边会害怕吗？一个人？不害怕，我门都锁上。有没有人来找过你麻烦？没呀。平常没事，如果没上班，你能干嘛呢？这个收那个呗，能干啥呀？你会待在屋里吗？还是得出去透透风？有时候去也上山，有时候跟那朋友一起来吃个饭嘞。这边其他的邻居，谁家我也不去，大家都不串门呢。不串门。你看这里的房屋都是回收来人家丢弃的被褥啊、衣服啊，这些东西是建设工地用的。九龙村的人没有钱的，为了保暖，捡来那些废弃的那些东西来盖的。基本上的建筑物，木料、布料、塑胶跟铁皮，我们称它为板子村。南北战争的时候，北韩的军还有中国的军队把我们的人赶到釜山之外，人们变成难民，开始建的是板子村嘛。当今年代，板子村还存在，这是一个很伤痛的回忆。看到他们门口都用蓝色笔写下的是他们门牌，他们其实是霸占了这里的地方，有一些是破产了，没有地方去，临时搭建这样地方住下来。门牌不是国家或者政府赋予的，而是自己乱编出来的。他们收得到信件跟快递吗？现在是可以收到了。这已经没人住了。可
可是它的门牌还保留着。这一整排几乎都没人住了，他们可以拿到一些辅助跟津贴，所以这不是有人住的地方。안녕하세요。哎，我先生。婆婆在洗鞋子，自己洗，手脚很利索。你看，这个都是没人住的地方。如果太阳下山了，我就不敢一个人来这里。还好我们是秋冬来，气味不是很重。这里面已经很多垃圾跟一些堆积物，灰尘很重。他们用的这个防寒的那个布料，是我在孟加拉看到那个废物回收的那种布料，所以很多灰尘。我一进来我就开始一直过敏。这一整条街都没人住了哦，整个就是废弃屋，大部分的人都搬走了。还好有你们在，我是不敢打开来看。什么都有，酒都有。这个插头危险哦。我们站在太阳底下，1分钟都会觉得热烫，不要说这个暴露在阳光底下是非常危险。当地官员和居民终于在去年底达成协议，计划在今年开始拆除棚屋，为居民提供补贴性住屋。不过这里住的大部分都是年迈居民，身体状况欠佳，只靠微薄的政府津贴过活，又怎么可能负担新住所的租金呢？新计划是否真的能治本吗？很多人都抱着怀疑的态度。我们拍摄九龙村事隔几个月后，就在今年1月间发生火患，烧毁60间房屋，500多人被疏散，所幸没有造成人命伤亡。自2009年以来，这里至少发生16起火患。首尔市内的塔谷公园外，每天大概11点半左右，可以看到长长的人龙。每天中午有一些人会给这些弱势群体搬午饭，所以很多人排队。这边已经看不到头，看不到尾。对，那边聚集了更多人。是，那边是去餐厅用餐，是免费提供给他们午餐。差不多11点半开始给他们分饭。这些来的老人，有些是没有房屋的，有这些是蜗居村的，从其他很远的地方会来这里。这个是要登记的吗？还是大概来排队都拿得到？排队就能拿得到。免费午餐作为政客拉票手段，美其名拉近民情，为弱势群体提供免费餐饮，收买人心。前来领餐的已多为年老男人，不见妇女。据说是韩国男人年轻时不顾家或有家暴倾向，晚年配偶离家自力更生，留下他们孤身度日。也有宗教慈善餐馆提供免费午餐，让老人排队轮流到餐馆享用简单又营养的饭菜。都说人间有温情。这个地方敦义洞的蜗居村，我想带你去看一个商谈所。商谈所为这边的居民提供洗漱或者其他便利，我带你去看哦。好。蜗居村据说是在97年金融危机，大小企业遭受重創，不少业主一夜破产，沦为城市贫民，聚居在失业者和孤苦老人的集中区。 4년 전 처음 왔을 때 여성분들이 조금 있었는데 그 수치가 조금씩 계속 줄더라고요. 그리고 대부분들의 이제 쪽방 주민들이 이제 과거력들이 그렇게 좋지가 않아요. 이제 뭐 고아부터 뭐 출소자분들부터 또 이제 어렵게 그렇게 편부모 또 혼자 이렇게 생활하신 분들이 많이 있기 때문에 공교롭게 이제 5개 쪽방 중에 이제 저희 쪽방만 샤워 시설 또 이제 세탁 시설 뭐 이런 어떤 편의 시설들을 만들어 놓고 사실은 위에 주방도 있습니다. 蜗居空间小，硬件设备不足，商谈所的确解决居民日常所需，还有义工帮忙居民洗衣，数量有限，只能几天洗一次。一个月月租多少钱？ 한 달에 월세는 한 22만 원에서 한 25만 원 정도가 이제 기본 수준이고요. 그거보다 이제 풀 타입으로 다 이제 싱크대 있고 에어컨 있고
화장실 있고 이런 데도 있기는 하는데 그런 데도 한 40여만 원 조금 훌쩍 넘습니다. 住在蜗居的居民多数是生活在贫困线下的族群，他们往往内心自卑，缺乏关爱，需要花时间进行辅导。你看到的这些比较新的冷气是他们今年才安装上去的，让这些居民住的时候比较不会那么酷热。这上面有人住吗？ 都有人，老人家吗？ 어르신이에요? 다 어르신들. 是老人家。这个楼梯很难爬，我不敢相信老人家怎么爬上去。我可以爬看看啊。哇，上面还有2、3个住户嘞，上面都是老人家。你上楼梯可能有点困难啊，下楼梯更难。 저희가 이제 직접적으로 다 손 닿지 못하는 부분들을 그렇게 조금 세심하게 지금 고민하고 있고 그렇게 생각하고 있고. 时代的负担对年老的市民来说是难以言说的无奈和哀愁。如何让他们有尊严地走下人生舞台？政府与民间团体都需要关注和重视。 一凤这个地方是首尔市内的一个具有代表性的蜗居村——童子洞蜗居村。是不是平常就有很多慈善团体来帮助这些老人的一日三餐？这边呢，宋神父会带领一些义工们做慈善的事业，做一些饭供给他们。他们会有一些老人呐，为了解决一餐的问题，会排队。 等着义工做好饭发给他们，也可以参与一下，也可以参与做一下义工。住在蜗居村的市民，大部分都依靠不同的慈善团体的救济。像宋神父身边就有25位义工，每个星期3天，9年来不间断地为该区弱势群体分发午餐盒。 义工们一大早就在厨房忙碌着，各司其职，为社区老人准备营养丰富的午餐，传递人间有温情的义举。为什么会想要有这种慈善便当的一个义举呢？ 한국은 부자들도 많지만 가난한 사람들도 많아요. 그래서 종교하고는 상관없이 배고픈 사람들은 다 그냥 밥 주는 거예요. 来到这边领取便当饭盒的人，他们大部分都是什么样的族群？ 여기 도시락 받아가는 사람들은 집이 없고 집이 없는 사람들, 또 노숙자들 그런 사람들이에요. 碰到最大的困难会是什么？ 봉사자가 많이 모자라요. 봉사자가 사람들이 학교도 가고 직장도 나가고 하니까 봉사자 모집하는 게 참 어려워요. 您自己会觉得政府的这些补贴跟照顾足够吗？ 정부에서는 일체 지원이 없고 100% 후원자들에 의해서 운영됩니다. 你觉得他们衣食住行啊，哪一样是最需要帮助的？ 의식주 부분에 제일 필요한 거는 그래도 먹는 거예요. 일단 먹고 가야 될 거 아니에요. 뭐 어디서도 잘 수 있지만 그러나 먹지 않으면 죽으니까 일단 먹여주는 거예요. 那边大概有5个蒸笼在蒸这样子一盒的米饭，一个米饭大概10公斤的米。Today we go how many? 260. 260个饭盒。9点煮菜，10点打包饭盒，12点就要把这些东西都做好。总共4道菜，营养非常的均衡，有蛋、有豆腐、有葱、有菜，还有他们最爱的 kimchi。这些受益者男女平均率是怎么样的？ 8대 2 정도 남자가 많아요. 年龄层大概在几岁？ 60, 70대. 一丝不苟，分秒必争，为的是能让孤苦无依的居民填饱肠胃，温暖心房。 가져가면 돼요. 이렇게 가져가면 돼요. 맛있게 드세요. 义工兵分2路，各组带着固定数量的便当，风雨不改地走在既定的路线。又窄又陡的楼梯，难以想象年迈的居民出入住所实在不方便。 하나 주시죠.嗨， 예, 도시락 배달 왔습니다. 예.
每一扇门的背后，都是一则隐匿的人生故事，有焦虑，有不安，更有着郁郁寡欢。这一个非常窄的楼，有1、2、3、4、5、6户人，都很小。这个地方就是他们的公共浴池、洗衣服的地方。嗨。 哦，看写哦。如果站在历史长河的制高点来看，理应同理年长者的抑郁和苦闷。他们有的年轻时无怨无悔地为社会付出，为养育儿女而牺牲，到头来却得不到社会的尊重和理解，加上年迈体衰，对许多事情力不从心，各有难解的习题。心里的郁结和精神苦闷，换来身心的失衡。有一点点的可怕。你看这个，有很重的那个潮湿的味道，然后这个气味就比较重一点。因为现在是秋冬，所以所有的味道还没那么重。你可以想象，如果是夏天闷热的时候，这个环境真的是五味杂陈。 全部都斑驳的那个油漆，10户人家在这地下室，让你们来看一下，这个很像我30、40年前那种台湾的公寓，地下室跟半地下室就只有韩国首尔这边独有的一个特色。这个社区牛鬼蛇神，人事复杂，我们竟然被一位醉酒的老人家邀请到家里参观，不断自怨自艾。 投诉自己无法找到工作，每天只能借酒消愁，还经常跟邻居发生口角。刚才那位叔叔呢，因为有一点点喝醉了，所以讲话语无伦次。这个是他住了1年3个月的房子，他非常自豪地说，这些棉被啊，还有枕头都是他自己现金买的。那你可以看到，这个4房屋里就是他一生的家当，有一点凌乱啊，但是我觉得。 应有尽有啦，该有的还是有，就是冬暖夏凉，有风扇啊，有厚厚的棉被，还是挺舒适的。这类蜗居住户各自为政，很少来往，一来避免节外生枝发生争执，二来自顾不暇，还是少理他人事，孤独无依，抑郁厌世。 这里的房屋都有一个特色，无论是半地下屋啊、蜗居啊，又或者是防塔屋，它进房间呢都一定有一个台阶，它一踏进去就是属于你自己的家，不管它多小，都要保持得干干净净，这就是给他人生最后的体面，因为家就是他最安全、最后的堡垒。我们在楼梯口看到一位老伯伯，他孤独的身影既是蜗居老人熟悉的写照。 在现任的央求下，答应让2人到家里坐坐。这样的住的地方1个月多少钱30万，30万元就是新币大概300多。你每天自己这样爬4楼，你会不会很喘很累？ 숨쳐갖고 중간에서 2층이나 3층에서 한 번씩 좀 쉬어요. 那这些东西都是你搬过来的吗？ 아 이거 냉장고는 나 개인적으로 여기 이 집에 왔을 때 산 거고. TV는 저거 이제 나라에서 이제 내가 청각장애거든. 청각장애에서 정부에서 지원받은 거예요. 当年你是什么原因会住在这里的？ 돈이 이게 없어가지고 맨 처음에 온 거고 몸이 안 좋아가지고 폐가 안 좋아가지고 왔다가 그 물품은 나눠주고 먹는 데는 지장 없으니까는 약간. 让你觉得最不方便的地方是什么？ 그렇게 불편한 건 없어요 이제. 근데 특히 이제 샤워 세면장 예 공동으로 사용하다 보니까는 불편하지. 有没有朋友来找你啊？ 지내는 건 없어요. 어쩌자면 놀러 와가지고 앉았다 쉬었다 가는 건 있어서 여기서 생활 같이 하는 건 없고. 那你平常的娱乐是什么？ 그 텔레비 보면서 여기서 방금. 看电视，就是看电视，这是他唯一的娱乐。그리고 이제 답답하니까는 여기서 생활을 거의 안 하고 나가서 바깥에 나가서 이제 사람들하고 얘기도 하고 그러고
싫은 쪽으로 생활하고 있는 거예요. 지금 나이가 우리 나이도 있고 하다게 이 나이에 특별하게 할 수가 안 돼.曾经带着理想为事业翻滚，将宝贵的青春淹没于红尘。转眼年逾古稀，回首往事，情景历历，人情虚实，世态炎凉，不免感慨万千。如果说政府要改善这边的居住环境，把它变成大楼，让你们住好一点，你应该就很希望快点搬过去了啊。 그거는 이제 LH에서는 하는 건데요. 예? LH에서 이제 2년 정도 살고 이제 내가 원하는 거는 영임대로 한번 들어가면 영원 죽을 때까지 사는 데 있고 임대는 이제 2년 동안 이제 돌아다니는 거예요. 왔다 갔다. 근데 왜냐면은 지금 수급비가 58만 원 나거든요. 그럼 뭐 담배 사고 뭐 먹고 사고 뭐 그러면 이게 적자가 돼요. 돈이 남는 게 없어요. 幸好社区的善心人士乐意为这群无依靠的老人们送上微薄的温暖。正所谓，善待今天的老人，就是善待明天的自己。 알다시피 아까도 도시락에서 또 천주교에서 밭을 갖고 온 것도 가서 이제 가다 먹고 알타리 먹어야지. 그래서 생활 유지해야 되지. 임대 같은 건 전혀 그런 게 없어요. 这个就是他们现在的矛盾点。得到帮助可能就是那2年，对，之后就没有。他觉得住在这边会比较安全，对，比较有保障，对，他觉得幸福的，因为满足，最起码他有一个蜗居。你住在这里7年了，左邻右里这么多人，有没有人不开心的、忧郁症的，还是有自殺、打架、吵架的情况在这里？ 이 우울증 주변에서는 이제 알코올 쪽은 많이 봤어요. 알코올로 많이 몇 명 또 버린 사람도 있고. 술 먹고 싸우고 어저께서 공원에서 새벽에 술 먹고 살인 사건 나. 所以在这边治安还是一大问题。 在走廊的另一端，一名中年住客自动找上 Janet， 说他想通过我们找他在孤儿院的朋友。他有告诉我们制作组，他得了一个病，血癌。他不想要让他这边的邻居，甚至于同学知道。他也放弃治疗，因为治疗的费用是非常昂贵的，吃和住都没办法了，更不要说是治疗。所以他感觉到很悲伤。你是住在这里算年纪比较轻的居民，你有没有想过有一天可以走出去，搬到别的地方去住？ 없습니다. 생각해본 적도 없고 그냥 여기서 가는 걸로 그냥 가는 걸로. 사람들은 아무도 모른다고. 그냥 나는 내 문제지 누구한테 얘기하고 온 것도 아니고 뭣도 아니고 하니까는. 其实金先生想要找到他失联的一些以前孤儿院的同学，能帮忙的我们就帮忙。他对他将来是没有抱任何希望的，他也很担心。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他已经不在这世上，所以要邀请我们能够帮他拍一张照片。我深深的感觉到他的孤独。除了这个住的环境以外啊，我相信一个生病的人，他没有亲人，没有朋友，没有邻居可以诉说，我也可以感觉到他的那个无助跟孤单。金先生，我帮你拍照。 찍어드릴게요. Happy? 아, 还好他开心。没有人应该住在地下室。 但现实是，半地下屋却是这些弱势族群最后的堡垒。一夜之间，毫无预警的洪灾，完全超乎了首尔市政府应对极端气候的防灾能力，所以政府就马上的呼吁拆掉半地下屋的政策。正因为如此，更凸显了这些弱势族群如何被气候变迁逼入了更深层阴暗的阶级深渊。 为什么他们就应该住在阳光照射不到的地底世界，而住在地上的人们就可以对这一群人视而不见？凡尘里的弱势相依，或许是他们人生最后一段能够得到尊重、
和相互辨识彼此的唯一途径。 Let's run through the night. Let's bring out the light. Love will always suffice through it all. So come inside, wherever we